時間來到2026年1月3號凌晨的2點5分30秒美東時間，地點委内瑞拉加拉斯加馬杜羅私人住所提乌拉堡的軍事堡壘，漆黑一片的加拉斯加被徹底的斷電，只有遠處傳來零星的交火聲。那是美軍陸戰隊在外圍壓制委內瑞拉的民兵。在馬杜羅的住所內部，原本燈火通明的走廊，此刻已經伸手不見五指，應急照明也是斷斷續續的閃爍了幾下，便熄滅了。眼鏡蛇1號就位，美軍三角洲部隊的突擊分隊，代號眼鏡蛇，一共24名精銳的隊員，分成2組，每組12人，早已通過直升機機索降在住所的屋頂，並從屋頂的秘密通道無聲的潛入。他們身着深色的戰術服，頭戴夜視儀，手持加裝了消音器的 HK416 突擊步槍，全副武裝。凌晨2點5分45秒，突破了最後防線。分隊隊長代號幽靈通過微型耳機低聲的下達命令：門後有3個人，右側安全屋，左側走廊，馬上清理。隊員們在走廊盡頭看到了那扇厚重的特制鋼防爆門，全鋼的啊，它原本應該是堅不可摧。然而根據北極星的情報，電子鎖在全程斷電的瞬間有12秒的軟重置的延遲時間。一名爆破手迅速上前，將一小塊塑料塑性炸藥精確地貼在了門鎖的關鍵部位。3、2、1，引爆！幽靈冷靜地數着，轟！隨着一聲悶響，被精確計算的炸藥震碎了門鎖，而沒有將整扇門炸飛。但是巨大的震動讓防爆門發出了刺耳的摩擦聲，它還是向內倒塌了半扇，露出了門後的景象。凌晨2點6分，內部交火正式開始。門後3名馬杜羅的581的保鏢剛從地上爬起來，還沒緩過神來，也沒來得及舉槍，就被精準的消音子彈擊中了頭部，倒地身亡。幽靈和他的隊員們立刻衝入，夜視一下，走廊裡一片狼藉，桌椅被掀翻，食人的气體已經開始起作用，空氣中彌漫着淡淡的甜味，還有3名衛兵趴在地上，身體抽搐，顯然已經喪失了行動能力。2點6分30秒，隊員們逼近了馬杜羅的臥室。根據北极星的地圖，馬杜羅的臥室就在右側走廊的盡頭。隊員們迅速呈戰術隊形推進，槍口始終保持着警戒。幽靈再次通過耳機低聲地問道：目標位置。後方指揮中心傳來清晰的答覆。熱成像儀顯示，臥室內部有2人正試圖進入床頭櫃後的暗門。這是關鍵的時刻，馬杜羅正試圖通過北極星所說的那個偽裝的逃生通道。2點7分，幽靈到達了臥室門前，他不再猶豫，一腳踹開虛掩的門，閃電般的衝入。臥室內部一片混亂，桌上台燈已經倒下，砸碎在地上。馬杜羅和他的妻子西利亞驚恐地彎下腰，試圖搬動床頭櫃後面牆壁上的一把扳手。正在這個時候，他們剛剛啟動了暗門，但門板呢只露出一條縫隙。幽靈的夜視儀捕捉了他們的身影，他沒有開槍，而是直接的衝了過去。不許動，趴下！
幽靈用流利的西班牙語大喊，聲音中帶着不容置疑的威嚴。馬杜羅和西利亞嚇得全身一顫，愣在當地。他們壓根就沒有想到美軍會如此迅速地闖入了他們自認為安全無比的軍事堡壘。凌晨2點7分30秒，馬杜羅夫婦已經被控制。2名隊員迅速上前，一人控制住了馬杜羅，一人控制住了西利亞。他們被迅速地按倒在地，雙手反剪，戴上了軍用塑料手銬。幽靈走到床頭櫃旁，用手電筒照了照那個暗門，果然門後是一個狹小的通道，通往一堵堅實的混凝土牆，一個死胡同。如果沒有內鬼北極星的情報，他們可能會被這個陷阱拖延寶貴的時間。幽靈通過耳機向指揮中心報告，目標已控制，違法者馬杜羅和夫人西利亞均已就擒。指揮中心傳來了一片歡呼聲。凌晨2點8分，隊員們迅速用黑色頭套蒙住了馬杜羅夫婦的頭部，防止他们看到撤離路線和周圍的部署。幽靈再次確認，還有沒有其他的抵抗？沒有。周圍區域已被清理，直升機已就位，準備撤離。馬杜羅夫婦就這樣被2名強壯的隊員架起，跌跌撞撞的被帶出了臥室。整個抓捕過程不到3分鐘。他們在被帶走的同時，特種部隊的另一支小隊也迅速進入，收集臥室內的敏感文件和電子設備。凌晨2點10分，馬杜羅夫婦被帶出了住所，外面只有一些零星的槍聲。另一組突擊隊員正在草坪旁接應。曾經有一小隊從外圍想要解救馬杜羅的警衛隊已全部被擊斃或擊退，地上橫七豎八的躺着1到20具屍體。一架 MH-60 黑鷹直升機在微弱的月光下螺旋桨低速的旋轉，準備搭載眼鏡蛇分隊和他們的包裹飛向加勒比海海域的硫磺島號2棲攻擊艦。以上就是完書還原了抓捕馬杜羅夫婦的最後5分鐘的場景，其突擊隊對時間的把握的精準，他們的空間走位的精細，看來僅用昨天完書介紹的情報優勢技術已經不能涵蓋。其實美軍在抓捕馬杜羅過程中有一個內鬼式的英雄人物，值得我們在這裡說一說。許多軍事分析家認為如果沒有這名前俄籍顧問維亞切斯拉夫·巴蘭尼科夫提供的內部信息，美軍要在擁有 S-300 保護的加勒斯加實施如此精準的突襲而不造成大規模的人員傷亡，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把時間拉回到2025年的7月，就在委內瑞拉的首都加勒斯加市中心的一家當地有名的咖啡館裡面， CIA 的南美事務處的情報官員詹姆斯和這名內鬼，後來給他代號北極星，見了面。詹姆斯廢話不多說，直奔主題。為了給我們提供情報，你的要價是多少？北極星伸出了食指，比劃了一個1字。詹姆斯沒搞懂，那是需要10萬？對方搖了搖頭。難道是100萬？北極星說出了後來震驚所有 CIA 情報官員的數字：1塊美元就夠。不等詹姆斯反應過來，北極星就開始痛罵俄羅斯情報和其他體系的腐敗，
大家都只有一個巴結的目標，那就是普京。大家欺上瞞下，相互利用。他就是在這種環境下願意棄暗投明，所以錢不是問題。之所以提出那這就是$1，是要證明自己和那幫只為了個人利益不擇手段的俄羅斯人不同。北极星再三表明自己是為了正義而戰。他作為一名曾在委内瑞拉長期工作的前俄羅斯軍事顧問，受夠了馬杜羅的虛偽和狂妄。北極星因此成為了這次美軍突襲成功的一個關鍵的因素。關於這名深度參與策劃這個絕對決心行動的原俄羅斯的軍事顧問，從我們目前根據這個白宮洩露的信息和情報專家人的分析我們的具體的這個細節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這個顧問的身份與策反背景，據美媒披露他曾是俄羅斯總參謀部情報總局簡稱 GRU 的高級官員，作為克里姆林宮派遣的防空與戰略防禦顧問團的團長，直接負責了馬杜羅個人安全系統與俄制防空系統的一個整合。據報道，這名俄籍人士曾是俄羅斯派駐委内瑞拉的高級技術與戰略顧問團的核心成員，他也是俄羅斯 S-300VM 防空導彈系統，當然他用的是委內瑞拉的防空網絡中樞的一個資深工程師，他深度參與了加拉斯加周圍防空網的部署與維護。他在委內瑞拉已工作超過了6年，不僅精通了防空的戰術，還直接參與了與馬杜羅總統府，也叫米拉弗羅雷斯宮的建設，以及蒂烏拉堡軍事綜合體的加固設計的方案。其中有個致命的細節，就是蒂烏拉堡的阿克琉斯之種是什麼呢？首先，我們看它的卫隊的調度規律，它詳細提供了馬杜羅的精銳衛隊這是由古巴和俄羅斯顧問訓練的，換崗的周期和通訊加密的波段，所以美軍能夠據此在通讯干擾中精準地切斷了衛隊與指揮中心的聯繫，造成了偽軍內部的極度的混亂。第二個呢，北極星呢繪製了地下迷宮的地圖。蒂烏拉堡地下擁有極其複雜的隧道系統。那麼這個顧問呢，他提供了馬杜羅秘密居所的精準的藍圖，包括了通風管道的位置和安全屋的承重牆弱點，這使得美軍的三角洲部隊能夠精準地在17秒內炸開了3道大門，直接堵住了正要進入安全屋的馬杜羅。我們再來看看安全屋的機械缺陷也被北极星掌握了。就提烏拉堡的總統住所擁有一扇厚達45厘米的特種鋼結構的防爆門，設計上可以抵禦小型的戰地核彈。北极星透露呢，由於委内瑞拉的電力不穩，該門的電子鎖定系統在全程斷電切換備用電源時會有12秒的軟重置延遲。美軍正是精準地利用這12秒，在斷電的瞬間實施了破襲。所以這些信息都非常關鍵另外呢，還有通風系統的盲區。你像這個地堡掩體深處的原本設計了嚴密的防化系統，但北極星提供了通風管道的精確結構圖。美軍特種隊在破門前通過無人機向管道內釋放了非致命的速效失能的氣體，導致馬杜羅最精銳的幾名衛兵在幾秒內喪失了戰鬥力。第三個呢，就是在電子戰中的內鬼代碼在1月3號凌晨的電子壓制中間呢，這名顧問的作用呢，不僅是情報，更是一種技術癱瘓。據北極星提供的電子後門呢，
它提供了完整的委內瑞拉 S300系統和俄制的防空雷達的特定的識別頻率以及軟件的漏洞啊，這解釋了為何在行動開始的這個凌晨2點1分呢，美軍電子戰機能夠瞬間的癱瘓整個加拉斯加的雷達掃描，而沒有觸發任何的自動反擊程序。S300的防空網的盲區呢，被北極星找到了。因為它向美軍提供了偽軍的這個 S300的防空系統的敵我識別 IFF 簡稱啊，它的動態密鑰，這使得美軍這 F-35和 B-1B 的這個轟炸機在雷達屏幕上被標記為友軍或者是技術這個干擾的殘影，直到美軍的第一枚導彈擊中了指揮所，偽方才意識到遭受到了攻擊。所以呢，北極星提供的情報非常重要啊。它整個干擾了馬杜羅的指揮終端啊，北極星，並且還協助 CIA 在行動前1周啊，通過一次例行的系統升級，將一段木馬程序呢植入了馬杜羅的衛星通訊終端。當行動開始時，馬杜羅試圖聯繫軍隊高層來保護他但他這個屏幕上顯示出一條預設的信息 ：Game over。哎，很有趣啊。所以呢，現在北極星啊，據說已經被美國啊好好的保護起來了。他的家屬也在行動前開始2小時，經由美軍特種作戰飛機，經由哥倫比亞秘密轉移至佛羅里達州的一個空基地。目前呢，他正在接受美國情報部門的密集詢問，並協助美方分析馬杜羅多年來留下的各類機密文檔。好了，我們簡單總結一下啊，假如沒有這名北極星的這個參與策劃，那麼美軍這次行動可能就需要付出慘重的代價，才能夠攻入迪烏拉堡壘。那麼北極星的存在呢，讓這場絕對決心的行動從一場攻堅戰變成了一場單方面的摘取。這次突襲從電子戰癱瘓城市，到癱瘓他們的指揮中心，到北極星提供的內部情報，再到三角洲部隊精準的快速的突入和控制，每一個環節都展現了美軍在特種作戰領域的頂尖水平。在短短的5分鐘之內，馬杜羅就在其最安全的居所內、地堡內悄無聲息的被俘獲。這次絕對決心行動乾淨利索，是現在軍事和情報戰線的一個堪稱教科書式的經典範例，值得載入史冊。謝謝大家。讓你能夠聽到我的心，什麼時候也能把我想起。